考试要有考试的样子，外面天塌下来也和你们没关系。抬头就算作弊，只要作弊就要处分，都听到没有？大哥，别给我差评了。我这边遇到丧尸才超时的。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，当绚丽的流星雨划过夜空时，人们只觉得浪漫又好看，却不曾想这场流星雨竟带来了致命病毒。随着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咬人事件，空气中全是烂肉的腐臭味，曾经的世界也早已混乱崩坏，人心底的恶意全都暴露无遗。虚弱的我被一群丧尸团团围住，我眼睁睁看着那个推倒我的姑娘成功钻进了车里，可我明明昨天还救过她的命。随后这帮人拉着物资一脚油门就没了踪影，亏他们还是我所谓的队友。我真后悔当初没回老家，就为了逃避相亲的事又不想听爸妈念叨，非要自己留在这儿过年，死活不肯回去。要是能重来一次该多好。紧接着我猛地惊醒，才发觉自己还好好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窗外的阳光格外刺眼，楼下还传来了小孩子的打闹声。没有丧尸，也没有吃人的怪物，谢天谢地，只是一场梦。可这梦也未免太真实了，我至今都能想起被生吞活剥的剧痛。此时手机屏幕上全是过节的吉利话，还有活动日期2023年12月24号，又是这个刺眼的日期。算算日子，今天正好是平安夜，各大购物平台都在打折促销。我正琢磨着只是虚惊一场时，社交软件突然崩溃，原来是某个大明星官宣恋情把服务器搞瘫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瞬间心凉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末世真的要降临了。时间就在35天后的大年30。值得庆幸的是我活下来了，眼看着世界末日将至，于是我赶紧在手机上操作，把所有能借钱的平台额度都借了出来。我不过就是刚大学毕业没干满5年的普通打工仔，就算把卡里的钱翻了个底朝天，全部加底凑起来也就15万，这还是我省吃俭用打算买车的钱。毕竟我现在开的只是辆二手面包车，我老家在 A 省的一个小县城，县里人口不少，这几年发展的飞快，换做平时我肯定高兴，可眼下要末世了，人多就意味着危险更大。真等出事那天，我一个身体柔弱的姑娘家，再带着50多岁的爸妈，根本难以在末世下存活。这么一想，县城也不能待，思来想去还是得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比如回我真正的老家，就是我爸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个偏僻的大山沟。我赶紧拿起手机给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多弄些腊肠和腊肉，毕竟这东西耐放不易坏。可为了不吓到2老，我只好编了个谎话，跟爸妈说单位同事爱吃我带的土特产，公司领导决定从老家订购一批，当年终奖发给大家，所以数量不少。我还嘱咐他们找村里杀猪的那家合作，越快弄完越好。爸妈一听能帮上我的忙，乐得合不拢嘴，立马答应。我马上转了2万块钱当定金，既然要演戏就得演得逼真，为了能存放更久，我特意交代都要抽真空包装，10斤肉封成一个袋子。碰巧那个卖肉的家里就有现成的机器，快过年了接到这么大的买卖，老板乐呵呵的跟我打包票，半个月肯定能弄好装箱。紧接着我就给公司递了辞职信，结果公司老板只是假装挽留了2句就同意了，毕竟少个人年终奖自然就会少发一份，老板心里指不定多开心。第2天我动作飞快，毕竟距离丧尸末日也就仅仅还有34天。天刚亮我就开着那辆不起眼的小破车直奔建材交易市场，好不容易联系上一支施工队，眼看快过年了，他们本打算歇业，可经不住我死缠烂打，最终同意跟我回老家实地考察。大哥您仔细看看，这就是我要改造的房子。我指着父亲2015年盖的小楼，您给参谋下地基和墙面怎么弄才能更结实？前些年老家盛行盖小洋楼，当初父亲执意要盖这房子，还跟母亲大吵了一架，我和母亲拗不过他，只能咬咬牙同意。这也是我至今在外租房而没买房的根本原因。谁也没想到这栋楼如今成了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大妹子不是哥说你，包工头满脸费解，这房子孤零零在半山腰，四周连户邻居都没有，房龄又新，真没必要大动干戈。要是按你说的，全换成加厚钢化防弹玻璃，拉上铁丝网砌高墙，这不跟个碉堡似的，阳光全被挡住着能舒坦吗？他的话倒给我提了个醒，因为前世末日爆发第7天，电网就彻底瘫痪了，所以太阳能发电设备必须安排，燃油发电机也得备上几台。我心里没底，末世会持续多久？毕竟上辈子我只苟活了连1个月都不到。大哥，我不跟你兜圈子，我编了个借口，这房子我不是自己住，你也瞧见了，咱们这儿山清水秀，山脚下有旅游山庄，夏天还有美术生写生。我想搞个恐怖主题密室逃脱，现在年轻人就爱刺激，换特种玻璃是怕客人暴力破关，也是为了安全。大哥一听恍然大悟，感叹年轻人脑子活泛。他仔细检查后说，房子用料扎实，轻实地基，实心砖墙体不用加固，只是边上打算养鱼的偏房，墙体太薄得推倒重盖。最终施工方案按我的设想敲定，那就是更换所有门窗，拆掉原有杂物间扩建，顶部修一个超大蓄水池，中间隔开，一边存生活用水一边养鱼，顶层加装可升降遮阳棚，后期还能当掩体。院子围墙全面加固增高，墙头装一圈结实的铁栅栏。修建杂物房时，我和包工头起了分歧，他想把房子盖在旁边空地，伪装成独立鬼屋，可我坚持在原址扩建加固，最后他拗不过我，还是按我的要求来。谈妥细节后，我爽快付了30万定金，又递过去2条好烟。包工头拍着胸脯保证，半个月内准能完工。我把老房子钥匙交给他，开着小破车回了出租屋，刨去在山上耽误的4天，距离末日只剩30天，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紧迫。
4日一早，我下楼买了几个包子填饱肚子，就开车去公司办离职交接。同事们好奇追问，我随口胡诌说想回老家开个小超市，因为腻歪了当社畜的日子，想自己当老板。有的同事满脸不信，假惺惺说休息时能来搭把手。我笑着应下免费苦力，来者不拒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他们就是想看笑话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得让他们好好干活。反正我没几天就要离开了，要是能顺便给他们提个醒，留条后路我也不介意。毕竟大家没什么深仇大恨。从公司回家后，我赶紧查了手头的资金，除去已花的40万，账户里还剩320多万，刚好又有50万民间借贷到账。正规银行贷款手续太繁琐，我找的都是民间放贷，虽然利息高，但下款快。反正世道马上要乱了，到时候别说还钱，放贷的人能不能活下来都不好说。盘点完存款，我马不停蹄去物业租了个临时车库，作为物资中转站，等采购的东西到了，再一点点往老家倒腾，这样既隐蔽又安全。车库租好后，我转身杀向食品批发市场，真得感谢这座城市，批发市场多，物流也发达。我打着开小超市进货的幌子，没引起任何人异样的目光。方便面每种口味30箱，火腿肠30箱，自热小火锅30箱，食盐、白糖、咸菜各2箱，螺蛳粉、酸辣粉全都是20箱起步。批发部老板看着长长的采购单，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热情推销起鸡爪、辣条、鸭货。我大手一挥，照单全收，因为都是整箱采购，老板配货方便，结账时还大方抹了零头。这一趟花了5万多，我把车库地址给了老板，他保证下午就能送货上门。紧接着我又跑了好几家不同的供货商，严格按清单采购，分别付了定金，还错开了送货时间。忙完这些，我累得瘫倒在床上，脑子里复盘着这几天的事，在手机备忘录里查漏补缺。现在房子有着落了，吃的也订好了，过几天还得订一大批米面、粮油和饮用水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没想到自己竟差点忘了买武器。C 国对枪支管控严格，但末世什么都可能发生，万一碰到不法分子持枪抢劫，我们一家子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我赶紧打开购物网站，订购了几把开刃的唐横刀，备注是表演用，要求加急发货。又在不同店铺分散下单了短匕首、复合弓，还有一些后期可能用得上的改造工具，这些都是敏感管控物品，不能一次性买太多，只能多找几家店分开下单。保命的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。接着我又买了好几台大功率发电机，收货地址分别填了爸妈家和我的出租屋。这些设备光靠我一个人弄不明白，到时候还得指望老爸一起动手。等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便洗了个热水澡，重新躺回床上，心里琢磨着明天得回老家一趟，是时候把真相告诉父母了。现在距离末日彻底爆发还有29天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多地出现诡异的人咬人事件，请各位群众提前准备食物和水源，尽量减少外出，尽量减少外出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回丧尸爆发的前1个月，我赶忙开车回到老家县城。爸妈见我突然回来，十分意外。接下来我要和你们说的事，听起来可能很离谱，但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说的每一个字。见我表情无比严肃，爸妈也跟着紧张起来，不敢当玩笑听。我把流星雨携带丧尸病毒的经过，全世界如何沦陷，再到最后我被丧尸生吞，重生回到爆发前的所有经历全说了出来。爸妈起初被病毒的惨状吓坏了，可听到我是被人亲手推出去当诱饵惨死时，老爸的脸瞬间气得铁青。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男人，第一次露出想要杀人的凶狠神情。爸，那些都过去了，这回咱们一家肯定能活得比谁都好。我打算把老家的房子彻底改造一番，末世爆发后咱们就躲进去，一直熬到病毒结束再出来。我赶紧全盘托出自己的计划，这才把老爸从暴怒情绪中拉回来。行，闺女，咋说咱就咋干。对了，改造房子的钱从哪来？我从那些小额贷款软件上借的，反正到时候也没人来要这笔烂账。见我理直气壮说要当老赖，爸妈表情虽有些无语，却一点也没怪我，还说要用他俩的身份证再贷点。于是我又开始了一轮疯狂借贷。有了爸妈的全力支持，囤货自救计划的进度快了很多。首要大事就是采购食物，这方面我妈比我专业的多，她重新列了一张详细清单，让我照着单子订货。为了应对日后停电等意外，我妈特意买了好几个蜂窝煤炉子，还一口气买了2大车蜂窝煤以及无烟木炭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而我刚和老爸说完太阳能发电的想法，他就说房子改造全包在他身上，毕竟他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。第2天一早他就背起了工具回了老家村子，让我们娘俩专心囤物资。有了爸妈的分工合作，我又开车回了市里，这次要大批量采购粮油，顺路还去了趟地市，订了一大批风干海鲜。收货地址填的是我妈那边，毕竟从那边往回运更方便，还顺便买了不少常用药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，我几乎跑遍了2个市的药店，像创可贴、碘伏感冒药、维生素钙片、藿香正气水都买了很多。刚好赶上过年，大家都在囤年货，我的这些举动也没引起任何人注意。一转眼半个月就过去了，这期间也有同事来参观我的小超市，幸亏我另外租了2个车库，绝大部分物资他们根本没看到。同小区的邻居也来看过，我就说年后正式开张，到时候肯定搞开业大酬宾。同事走的时候，我送了他几块腊肉，还隐晦的提醒他多囤点货，因为前2年刚经历过疫情，他也没往深处想。正好我要去富士城补货，他也跟着买了不少东西。真希望
他能撑到安全区建立，毕竟他是上辈子灾难爆发后为数不多还记得我的人，就是不知道上辈子他活了多久。眼看距离丧尸爆发还剩15天，今天接到了老爸的电话，说老家的房子改造已经完工，可以开始往那边运物资了。挂了电话我就直接飞奔下楼，我的二手面包车里塞得满满当当，全是这半个月搜罗来的柴油，还有买的几十把长短刀。这要是半路被叔叔们查到，我肯定得被带去盘问。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把车开到安全屋。安全屋在半山腰上，等我费劲巴力开上去的时候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山下的看门大爷还跟我打招呼，问我的店啥时候开业。我说等明年开业您一定来参观。大爷一口回绝了我的邀请。走出去老远还能听见他们嘀咕，说这地方阴森森，根本没啥好玩的，还说我简直是不务正业。刚开始我还没明白咋回事，等上了山我才彻底清楚，大爷们为啥拒绝的那么干脆。眼前的场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外墙的颜色看着像历经了几十年风霜，门口原本好好的柿子树被糟蹋的不成样子，还被砍倒了好几棵。我原本装在高墙上的铁栅栏，本来打算刷成木头颜色，现在全被弄成了铁锈红，上面还挂着几只不知名鸟的死尸，活脱脱就是一座废弃鬼屋。见我到了，老爸赶紧开门让我进去。屋里看着就正常多了，墙上拉满了高压电网，所有铁栅栏都通了电。真到了危急时刻，这就是一堵铜墙铁壁的电墙，没人能轻易闯进来。屋里就更不用说了，该加固的地方都加固得十分牢固。爸，这车柴油咱放哪儿啊？你跟我来。只见老爸打开杂物间的门，进去后又推开了一扇门。老爸，你这是把山肚子都掏空了吗？这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大一个洞。这是你太爷爷当年住过的地方，那时候打仗这些洞都是用来藏物资的，后来解放了，这洞就改成住人的地方了。再后来大家都搬去城里，这些洞慢慢就被填上了。当初盖这房子的时候，我就想着以后留着当菜窖，没想到现在真派上了大用场。看着眼前这个100多平的大山洞，我觉得有这样的条件，要是还活不下去，那就真对不起老天爷了。你把柴油和发电机都放这里面，发电机动静大，过2天我和你妈给它包上隔音棉，免得让人听见声响。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以后住的地方，地上3层，每层都有150平，地下居然还挖了个地窖，真不知道这工程是咋完成的。地窖入口从厨房直接下去，杂物间那边还留了个小门，能直接通到屋里，进出这几个房间都很顺畅。最关键的是老爸还扩建了厕所。我们这片区的农村一般都用旱厕，虽说山下早就改成水冲的了，但以前住在山上没条件改，我都打算多囤几车猫砂凑合用，没想到还是老爸有办法。明天就有人来安装太阳能电池板，我已经在屋顶架好了支架，外墙上也都准备好了，就算以后真停电了咱也不怕。蓄电池我一口气买了10组，安完后我再去多买点柴油，谁也不知道这末世要熬到什么时候。老爸心里盘算着这些事，明天去租辆大卡车，把物资混在装修材料里往这运，千万别让人看出来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看来我的死让老爸对人性彻底警惕起来，我心里很清楚，爸你就放心吧。刚好我明天回家去拉那批腊肉，你和老妈盯着他们安装太阳能板，等通上电咱们就去雇辆大车，先把冰柜和水拉过来，还有隔音棉，到时候你和老妈慢慢收拾整理，运输物资的活儿交给我就行。而此时距离丧尸爆发还有14天。距离末世爆发仅剩14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开着新租的车直奔老家，目的就是拉之前订好的腊肉。这次腊肉腊肠加起来足足有2000多斤，我爽快结清尾款，又顺手多买了100斤腊排骨。老板见我如此豪爽，非要附赠几包腊猪耳朵，还一个劲叮嘱我下次有生意再找他。紧接着我赶往家电城，把之前预定的4台大冰柜和冰箱全装上了车，电饼铛、电饭煲、电磁炉以及一堆锅碗瓢盆也没落下。之前早就跟老板谎称是公司发年终福利，老板还贴心的在每个箱子上都贴了大红花。车厢里剩下不到一半的空地，我全塞满了隔音棉，借口也早就备好，说是要用来布置年会现场，没人起半点疑心。把这些东西拉回去后，我赶紧卸货，幸亏之前买下了装修队的小叉车，要不然这么多重物靠人力搬运非得累死。等我折腾到安全屋10天，早就黑透了，歇了好半天才抽空检查安全屋的情况。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全部安装完毕，同时蓄水池的净水设备也都安装妥当。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上，当初压根就没通自来水管道，以前一直喝的是山里流下来的泉水。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山泉小溪，以前都是靠人力提水桶往上挑，要是没有这场末世，再过几年这片估计也会被规划成旅游区。前山不就是这2年刚搞起来的写生基地，我们这边就是路况稍微差了点，前年才重新修过路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别想这些没用的了，也多亏这边还没开发，要不然我们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。与其在这悲春伤秋，不如赶紧过来帮我铺个阴板，杂物间的墙也得铺满，省得以后拿东西还得蹑手蹑脚。老妈直接打断老爸的感慨，想再多也是白搭。帮着忙活了一会儿铺个阴板，我跑到楼上开始盘点家底，腊肉足足有2000斤，只要保存得当，放10年都不会坏。方便面这类干粮之前分批在多个地方采购，够我们吃上好几年，再加上各种米面油，但是这些吃的就够一家3口吃10几年。水稍微有些紧缺，过2天我再去拉满一车纯净水，这些水专门用来饮用和做饭，至于日常洗漱的生活用水，还有那个大蓄水池可用，平时省着点用肯定足够。冰柜已经运回来了，明天我再去采购些鸡肉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冻起来。
鸡蛋也得多囤点。商用发电机一口气买了5台，大型蓄电池也备了10组，再加上房顶上的太阳能板，就算以后停电也不愁没电用。像这种200升的柴油大铁桶，最近陆陆续续存满了6大桶，有空还得再去补充些。药品也买了不少，肯定够用。明天还得再买几台电风扇，万一天气突变，这地方又没法装空调，到时候热起来就全指望风扇救命了。想到这儿，取暖器也得再备几个，还有厚衣服、被子、暖宝宝之类的。一想到这些东西还没准备齐全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急得睡不着觉。打开手机查看余额还有100万，之前改造房子我只出了定金，后续的钱都是爸妈掏的腰包。之后买东西零零碎碎花了180多万，半个月后这世界就会彻底乱套。不行，手里的武器还不够，万一遇上尸潮，这点箭根本不够射。想到这儿，我又下单了几百支箭，当然都是分散在不同店铺购买，收货地址也填了10几个不同的地方，免得让人看出破绽。此时距离丧尸爆发还剩13天。今天我和老爸分头行动，他开着大车去拉我车库里囤的物资，我和老妈先去扫荡了几十个 U 盘，让商家把里面全下载满电视剧和热门综艺，又买了10台电脑和几十个微型监控摄像头。约定好取货时间后，我们又马不停蹄来到户外用品专卖店，对讲机、收音机、信号接收器、野外求生服全都买了，甚至有一家店还卖防刺服，这可不就是现成的防丧尸咬的装备吗？于是我直接要了10套。什么年后才能拿货？那就一套加价1000块。老板大概没见过我这种爽快人，立马改口说3天后就能拿货。接下来又买了冬天夏天的衣服还有睡衣，每种都要了20套，内衣内裤直接拿了60盒，厚被子薄被子各要了30床，全都要求真空压缩打包。把这些东西全装上车后，终于浩浩荡荡赶回安全屋，而老爸也把我之前囤的物资都拉了回来。趁着天黑没人看见，我们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搬进房子里。地窖和1楼主要放冰柜和饮用水，3楼全堆满了各种吃的用的物资。窗户玻璃早就贴好了防窥膜，还加了铁丝网，里头又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，基本上外头的人完全看不见里面的情况。看着满满当当的3楼，这就是我们一家在末世活下去的本钱。2楼是我们的生活区，当初盖房子时就规划了3间卧室，现在正好一家3口各住一间，剩下那间当做我的工作室。这几十个监控探头将会安装在房子的各个死角，时刻监视4周的风吹草动。为了防止停电没法使用，我买的全是带太阳能板的，超长续航能坚持72小时。为了不变成睁眼瞎，房子周围的监控都是双保险设计，直接连接储备电源，保证全天24小时无死角监控。1楼空间最大，用来放水，还有部分米面这类沉重的物资，像腊肉、火腿这些，一部分挂在1楼，一部分存到山洞里，毕竟山洞里更凉快，万一真遇到危险情况，这山洞就是我们最后的保命藏身处。后头的几天里，除了我要回市里查漏补缺多买点燃油，爸妈就一直待在山上布置监控系统，还有给安全屋做伪装工作。之前修房子特意多买的钢筋水泥，这会儿全派上了用场。大门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固了一层，用厚厚的钢筋加固的十分牢固。此时距离末世还有5天。距离丧尸末日还有5天，今天我预定的越野车到货了。这车经过了特殊改装，为了适应末世的烂路，我特意找人加固了一番。车子是分期付款买的，抵押了爸妈那套房子，改装费就花了10万块。赶巧我买的无人机也到了，趁着天黑，我把车开回安全屋，卸完物资后，把车停在院子角落里，盖好车衣，上面又堆了些枯草树枝伪装，哪怕有无人机从头顶飞过，也看不出底下藏着辆车。距离末世还有4天，今天上午我们一家去了山脚下的饭馆吃饭。盖安全屋的这段时间，我们一直都在这家馆子解决伙食。老爸特意跟山下的人道别，还散了2条好烟，拜托人家有空帮忙照看那堆石子建材，别让人顺手牵羊拉走。其实山上根本不缺那点破石头，这么做无非是想制造全家都不在的假象。一直等到后半夜，我们一家人才步行回到安全屋。当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知道只要不出大意外，在末世结束前，我应该再也不会踏出这扇门。距离末世还有3天，今天吃过早饭后，我就开始盯着监控大屏，安全屋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唯一一条上山的路也空荡荡的，上山的入口处也没人，看来大家都在忙着准备过年，没人有闲心往山上跑。检查完监控系统，我开始巡视物资库，山洞里有10桶柴油1桶汽油，都密封的严严实实，闻不到一点气味，所有电力储备都已充满，我一口气充了2000块钱电费，在全程大停电前都不用操心用电问题。蓄水池里的水是满的，外头包了厚厚的保温材料，里头还装了加热棒，不用担心水结冰。鱼池里老妈养了30多条鱼，装了水循环系统，我们还指望它们下小鱼苗呢。把所有东西都检查了一遍，我又连上网刷了刷最新消息，现在网上依旧一片祥和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迎新年的氛围。看完消息，我上跑步机跑了一会儿，拿出唐刀练习挥刀砍人的保命招式。很快距离末世就只剩下1天，今天是除夕夜，也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。老妈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饭，鸡鸭鱼肉水果点心摆满了桌子，但全家人兴致都不高，因为我们都清楚这是最后的安宁。我去看看空气净化器还能用吗？老妈率先开口打破沉默，净化器装在厨房的排风口处，这样能防止做饭的香气飘到外头而引人注意。我还特意买了不少空气清新喷雾，然后又在门外撒了一把薄荷草种子，等来年开春暖和了，长出来就是一道天然的气味屏蔽墙。老妈检查完回来说一切正常，
吃过饭后，我们一人捧着一部手机刷消息。之前找移动公司拉的光纤，我还加装了信号增强器，所以屋里的网速特别快。现在发消息都会显示地理位置，所以自从搬进安全屋，我们一家人就再也没往外发过任何帖子，顶多在微信群里回几句拜年的话。现在网上还没出现任何灾难的苗头，大家讨论最热烈的反而是今晚的特大流星雨。谁能想到这么美的流星雨带来的竟是病毒？这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灾难。到了晚上8点，平时这个点本该是春晚开播的时间，但现在全网都在期盼流星雨降临。随着231道流星划破夜空，那景象如梦似幻，美得无法形容。这场流星雨整整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就在全网都在欢呼雀跃时，我却默默关紧所有房门，然后和爸妈挤在一张床上，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，人类的末世真的来了。末日终究还是降临了，我整个人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。这个夜晚仿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漫长。从这一刻起，全家必须轮流值守睡觉，心里都暗示自己多眯一会儿，否则身体迟早垮掉。可即便强迫自己闭上眼，神经也始终紧绷着，这般状态哪能睡得踏实？硬生生熬到凌晨5点钟。此时网络上不少熬夜党仍在狂欢，夜间档主播还在直播间与粉丝热聊。6点天色渐亮，虽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但仍有地方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救命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突如其来的惨叫划破了寂静，一个似人非人的家伙径直扑倒正在直播的主播，随着主播发出痛苦的哀嚎，屏幕上突然对来一张恐怖的脸，那根本算不上人脸，五官肿胀变形，眼珠子瞪得快要拖出眼眶，裸露在外的皮肤泛着诡异红肿，直播间弹幕密密麻麻遮住画面，我心知这主播必死无疑。林夏，这就是你说的丧尸吗？怎么和电影里演的不一样？这模样简直像被开水烫熟了。母亲吓得脸色惨白，毫无血色，父亲神情也格外凝重。我其实也说不清缘由，上一世我出门逃命时，那时亲眼见到的丧尸皮肤都是青灰色的，从未见过这种红皮肤的。别担心闺女，别瞎琢磨了，赶紧找找其他视频。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同在网上搜索起来。短短几分钟内，网络上有关丧尸袭击的视频如潮水般疯狂涌现，海边山林里大街上随处可见，满世界都充斥着绝望的求救声。林夏，你快看！官方通告已经发布了，各大 APP 头版头条全部置顶国家紧急通告。紧急通知如下：昨夜流星雨携带不明病毒，该病毒传染性极强，请广大市民自觉留在家中，切勿外出，并自行排查居住环境，确保人身安全。若发现有人感染病毒，务必避免被抓伤咬伤，以最快速度进行物理隔离，原地等待政府后续救援。再次郑重提醒，请保护好自身安全，耐心等候官方救援队伍。和前世一样，上面很快就发布了预警公告，可我最终没能等到获救的那天。官方公告如同强心针，拉回了网友们慌乱的理智，但评论区仍有键盘侠疯狂谩骂，仿佛别人就他是天经地义，这种货色活该沦为丧尸口粮。闺女心里难受就别盯着看了，我和你妈盯着网上动静，你去旁边歇一会儿。是啊，林夏，听话去休息下。父母的话语将我拉回现实，随后我跑到1楼卫生间洗了把脸，下意识点开小区物业群，恰好看到群里统计各户人数，我顺手填了无人，紧接着物业发来微信视频，看来光听声音还不相信，非得视频查岗。风控第一天就暗戳戳在摸底细，真不愧是搞物业的，脑子转的就是快。挂断视频后，我在群里声称自己在老家，城里房子早就空着了，随后直接退出群聊。物业的心思无非是知道我曾打算开超市，惦记上我手里的物资了。退群后先看了眼家族群，爸妈已报过平安，无需我再操心。接着回复了几个朋友的消息，这时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，爸，我好像听到鞭炮声了，谁家在这个时候放鞭炮？我嗖地冲下楼，那声音虽距离较远，可丧尸对这类声响极为敏感，万一被引过来可就糟了。监控画面里并未看到人影，爸，你先把窗户关严实，我爬阁楼去看看情况，请你多加小心。阁楼空间狭窄，原本是为方便上屋顶预留的，如今成了安全屋的观察哨。我凑到望远镜前，朝山脚下望去，仔细微调观察角度，果然是丧尸，看打扮像是个年轻小姑娘。这时又冲出来2个人，试图去拉那个女丧尸，紧接着几人扭打成一团。没过多久，原本倒地的2人竟爬了起来，从被咬伤到彻底感染，仅用了不到3分钟。不过前面有树遮挡视线，看得很吃力，还是得放飞无人机。当初买这玩意儿的时候，老板拍着胸脯保证，称能飞行20-30公里。我不指望它真能飞那么远，只要能安全绕过前山就行。山脚下也就住了不到30户人家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。1号机这次全看你的表现了。我小心翼翼避开树杈，操控它从后山绕飞到前山小广场。传回的画面中，最早出现的丧尸与今早视频里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浑身泛着诡异红色，可被它咬伤的2人却和我上辈子见过的类似，皮肤透着死气沉沉的青灰色。这时几只土鸡溜达过来，领头的大公鸡兴致勃勃打了个鸣，随即被年老的丧尸一口咬住，其余的鸡吓得扑腾翅膀四处逃窜。大公鸡挣扎几下便没了动静，被随手扔到路边。整整10分钟，那只大公鸡仍直挺挺躺在地上。难道这种病毒不感染动物，还是说紧堆鸡这类家禽无效？接着我便再次操控无人机慢慢下降，想要凑近看个究竟。突然间，一张大脸猛地对到屏幕上。
一张狰狞的大脸突然对到屏幕前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手里的遥控器都差点掉在地上。幸亏手速比思绪快半拍，猛推摇杆让无人机到飞升空，总算保住了我的1号机。而那丧尸立刻盯上嗡嗡作响的无人机，嘶吼着朝机器方向扑来。你们是上面派来的救援队吗？一个男人突然扒着窗户探出头大喊：“真是蠢货，这时候还敢出声！”不出所料，原本紧盯无人机的丧尸瞬间被男人的动静吸引，疯狂拍打他家院子大门。你不是上面的救援队吗？快把这些怪物弄走！男人吼完，猛地关上窗户。这一举动更激怒了丧尸，拍打大门的力道愈发猛烈。念及同村情谊，我开启无人机的扩音喇叭，成功将丧尸注意力拉回，随后一点点把他引向村外。彻底远离山脚区域后，才操控无人机从后山绕路飞回安全屋。本想救人一命，没曾想后来险些给全家招来麻烦。平稳回收无人机后，我带着刚搜集的情报返回2楼。刚才我外出侦查时，爸妈也在持续刷看各地的丧尸视频。眼下社会秩序尚未彻底崩盘，基础社会保障体系仍在运转。爸，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形势不容乐观。刚才看到有人发币市医院的视频，刷新后就被平台下架了，不少相关视频也搜不到了，估计是为了避免民众恐慌。爸，我用无人机拍到了山脚下的丧尸，领头的浑身赤红，被他咬伤变异的都是死灰色。我一边说一边调出拍摄的照片，这不是李海洋吗？没想到他也遭了难，旁边是他媳妇和闺女，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老爸盯着控制器屏幕，双手止不住微微颤抖。网上看陌生人遇难，与亲眼见熟人变怪物，终究是2种截然不同的滋味。爸，别再看了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全家得好好活下去。我不知该如何安慰，此刻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。对了，爸妈，我还有个发现。刚才亲眼看到丧尸咬了一只鸡，可那鸡压根没有变异反应，这病毒会不会只传染人类，对家禽完全无效？那是不是说明咱们以后能养鸡，还能有鸡蛋吃？可现在去哪儿弄活鸡呢？毕竟盖安全屋时压根没考虑养鸡的事，而且咱们也没存鸡饲料，这是不好说，再观察观察。要是病毒真不传染动物，人类多少还有条活路，因为灾难总有过去的一天。但如果动物也能被传染的话，到时候地球上就只剩下人类了，最后连吃肉都成了奢望。想到如果未来的孩子连动物都没见过，那得多可怜啊！不得不佩服老爸眼光长远。一番闲聊后，总算从压抑悲伤中缓过劲来。老妈实在受不了这氛围，直接下楼做饭去了。我和老爸继续研究网上的视频，发现目前丧尸大致分为3类，一类是最早出现的赤红丧尸，一类是被其咬伤变异的灰色丧尸，还有一类是老爸从网上截图的大头丧尸，他的脑袋肿得有常人3倍大，皮肤也是诡异的赤红，四肢同样肿胀变形，活像个充气过度的大头娃娃。爸，这截图哪来的？我怎么搜不到？就是刚才那个医院视频，不过现在已经被删干净了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顺手截了图。图片里躺在担架上的怪物，从视频背景时间看是天刚亮时，这怪物生前看着像个有钱人。要是病毒真由流星带来，灰色丧尸是2次感染，那赤红丧尸就是第1批感染源，估计都和陨石有过接触。爸，你有远房堂叔的微信吗？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今早山下感染者的模样，该不会这要巧吧？有啊，我手机里存着。以前找他买过山货。老爸说着打开微信，翻出微信号，我顺手点开他的朋友圈，第1条就是关于流星的动态。大过年的也不消停，俩孩子非吵着去外面看流星，在家看不一样吗？配图是流星划过的照片，拍摄视野极为开阔，不像是在老家房顶拍的，这角度应该是在山顶。爸，咱们附近有专门观星的地方吗？有啊，前山的写生基地，山头修了个观景台，这几年炒得特别火，很多人专门来拍日出，算是网红打卡点。不会吧，我心脏猛地狂跳。顺着李海洋的微信头像，我找到了他女儿的账号，没想到我居然加过他。朋友圈写着好美的流星雨，配图配文哇塞好近的大流星，往下翻了10几条，终于找到关键线索。听说除夕夜有流星雨，我老家这边有网红观景台，姐妹们约一波吗？附带基地酒店的优惠链接，除夕流星雨专属网红观景台。我手指哆嗦着打开团购软件，全是网红露台日出观赏套餐，搜索附近酒店，清一色都是除夕夜观星优惠活动，甚至有商家附上日出宣传视频，生怕客流量少赚不到钱。看到这里我彻底绝望，但仍抱着最后一丝侥幸，点开他儿子的微信号，动态写着兄弟们开黑啊。配图是一群小伙子举着手机合影，而他姐姐朋友圈里出现过的陨石正摆在他们旁边的桌子上。这下完了，我的猜测若是成立，变异程度绝对与陨石脱不了干系。接下来几天，全家谁都没提前删的事。白天我不敢放飞无人机，只在半夜悄悄放飞过2次，一是确认那只鸡确实没变异，二是侦查村外进山的路，除了之前那3个丧尸，没发现新的活人或感染者。末世爆发第7天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这是入冬以来第1场雪，也是新年的第1场雪。上辈子城里就是第7天彻底停电，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。今天全家都没心情做饭，简单吃了点自热火锅，饭后继续加班加点搜索有用消息。前2天看到网友发帖说，下雪降温让丧尸行动变得迟缓，若是出门搜寻物资，雪天绝对是绝佳时机。官方救援队伍迟迟未出现，网民怨气日渐高涨。如今的网络早已没了前几天的理智，无数人在网上疯狂辱骂发泄，甚至有人恶意传播丧尸啃食活人的血腥画面，毫不掩饰人性的丑恶。零下快上来！
阁楼看山下有情况。对讲机里突然传来老妈急促的声音，担心无人机白天过于显眼，我们白天全靠望远镜观察山下。我快步冲上阁楼，凑到望远镜前，山下原本空无一人的小广场，竟聚集了10几个陌生人。这些人个个武装到牙齿，看到这一幕，我心跳骤然加速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是发现我们的藏身处了？我抑制住心中的恐惧，继续观察。不久后，那群人就上了4辆车，接着浩浩荡荡开出了山区。妈，你看他们离开这片山了，难道是家里的存货吃光了吗？但是想想也不对啊，这刚过完年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弹尽粮绝。我印象中山脚下还有几户养猪养羊的人家，哪怕真的找不到吃的，咱们这山里满地都是核桃、板栗还有柿子，光靠这几样顶个10天半个月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估计他们是往前面那座山去了。以前老唐家那个小孩，不就是跑到那地方去看流星雨的吗？这几户人家估计也有家里人过去了。从阁楼走下来后，我们全家人的情绪都有点沉重。打从住进了这间避难所，我爸他就彻底把烟给戒了，心里烦躁的时候就往嘴里塞块糖，但是瞧着他那块糖含了半天都没有咬碎咽下去的动静，我其实很清楚，他心里根本不像嘴上讲的那么轻松。到了灾难爆发第7天的中午，我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新闻说，有些人的城市已经开始断电了，还有人发帖说自己那边连水都停了。这一下子网络上算是彻底沸腾了。起初官网平台上还在安慰大伙说正在紧急抢修，可随着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官网在发出了最后一条让大家耐心等待救援的通知之后，就彻底沉默不再回应了。而我却在这时看见一个帖子，发帖人声称看见了部队来救人，配的照片居然是我的那台迷彩无人机。拍照的地点我简直太熟了，就在山脚下的那个小广场上，照片上能看见无人机正引着丧尸往外走。这个人不知是为了显摆还是壮胆。紧接着他又发了一条动态，图片内容是今天一大早那群人开车出门去救人的场景，并配文说部队的救援队已经到了，他们准备去把被困住的人接回来，定位就是大青山风景区。不光有图，还有详细的文字说明，关键是这个人还特意提到这里水电供应都很正常。眼瞅着回复帖子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家伙竟又上传了自己亮着屏幕的电脑照片，还有一张水龙头流水的照片，可能是从来没被这么多人围观过。他说话也越来越没边了，恨不得说部队已经在这建好了安全区。千万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完全就是在瞎扯淡。毕竟我就在大青山这片景区里，我已经被死困在酒店出不去了。这里漫山遍野全是丧尸，到现在根本没见着救援队的影子。大伙千万别跑过来白白送命。此时的我正开着匿名在他评论区刷屏，真是老天爷保佑。因为我们这一片都归大青山山脉，所以定位显示的只有这一个地名，也就我们本地人才知道分前山和后山。随着我发出去的话不断刷屏，那个蠢货可能也反应过来闯祸了，赶紧把帖子删了，也不敢吭声了。我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信了我说的话，又有多少人信了那个帖子的胡扯，但此时此刻我真想亲手宰了那家伙。我真后悔当时把丧尸引开救了他的命，就该让他一开始就被丧尸咬死。大家都懂人在绝境之中，哪怕一丁点的希望都会当成救命稻草。要是这场灾难很快结束也就罢了，可要是拖的时间太久，那些曾经看过这个帖子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往这个有希望的地方跑，哪怕这希望再渺茫他们也不会放过。毕竟陷入疯狂的人我前世见得太多了，为了能活命那是啥事都干得出来。真要到了那个地步，我这避难所还能藏得住吗？转眼来到了末日的第10天，最近连下了3天的暴雪总算是停了，这要是再见不着阳光，我装在外面的摄像头都要断电罢工了。这场大雪整整下了3天3夜，我记事起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。那天出门的那帮人到现在也没回来，不晓得是被大雪封路困住了，还是路上碰到了什么不测。今早趁天色还没完全亮起来，我爸推门出去测了测积雪有多厚，足足有75厘米那么深，这种厚度车子根本开不动，想上山那更是天方夜谭。老话常说下雪不冷化雪才冷，我爸分析说起码1周之内不用担心有人能摸上山，如果这次是个冷冬的话，那雪化完之前咱们都是绝对安全的。白天化开的那点雪水到了晚上遇冷就会结成硬冰，在这种路况环境下爬山就跟自杀没区别。我印象里前世我挂掉之前气温一直都是非常低的，看来最近几天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避难所里的生活确实挺无聊，幸亏我提前下了不少打发时间的视频，再加上一家人都守在一块儿，要是真留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估计还没等丧尸来自己就先憋疯了。来都吃点水果，晚饭就是老妈切好的满满一盆水果，像苹果、菠萝、柚子这种能放的，当初买了好几箱都在楼下堆着，可是像橘子、火龙果还有香蕉这种容易坏的，还是得赶紧进肚子，毕竟往后想吃这口都难了。爸妈，我待会再飞一次无人机，这回我打算飞远一点看看，要没啥事咱就早点休息，今天晚上就不安排人值班了。我还是照老规矩观察了一下山底下的情况，接着开始控制无人机漫山遍野巡视，依旧按老路子从后山绕过去。这回我飞的距离稍微长了些，前面那片山头我是没胆子去的，不管是被活人看见了还是惹到了丧尸，对我而言都是个麻烦。经历了上一回无人机那档子事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摸不清底细的时候千万别瞎发善心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救下来的到底是白眼狼还是蠢蛋。白眼狼能把你命送掉，
蠢蛋却可能把你全家都害死。这时也许是气温实在太低，我觉着无人机掉电速度明显变快了。在外面转了2圈确认安全后，我就操纵着飞机返航了。插上充电线，我麻溜地钻进了被窝里，电热毯把被窝烘得热乎乎的。我心里感慨，这日子才叫舒坦。睡觉之前，我照例刷了会手机，网络上还是到处都在骂街和抱怨。很快，官网账号弹出来一条新通知，说那陨石上不仅带着病毒，甚至还有不明辐射，并呼吁所有人一定要离远点，囤好东西，在家等着来救。看到这段话，我一下子就坐直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如果浑身红肿的丧尸是第一波被病毒感染的，那些大脑袋丧尸绝对就是感染加辐射变异出来的。我脑子里忽然闪过那张朋友圈照片，那个屋子里的所有人估计全都变成大头丧尸了吧。想到这一层，我瞬间就不困了。我开始在网上到处搜跟陨石相关的视频和帖子，结果还真被我翻出来挺多。照片里那些人笑得特别开心，好像中了头彩一样，配的文字全是在祈福许愿。他们一群群捧着石头合影，那石头在灯光下透着一股寒气，看着真像把星星捧在手里似的。可我在这些照片里只看到了阎王爷就站在他们身后。然而随着我翻到的内容越来越多，这些视频哪儿的都有，从最北边的漠河到最南边的海南，甚至我还搜到外国小伙举着陨石喊好运的视频。看来这是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浩劫，在我们谁也没防备的时候，狠狠地给了我们当头一棒。正刷视频刷得起劲，忽然瞧见一个外国男的边跑边急慌慌地大喊大叫。我这种英语半吊子硬着头皮听懂了几句，说是实验搞砸后病毒泄露还融合了，生命力变强，赶紧跑要变异了。可我还没琢磨明白，视频就突然不见了。低头一看，显示直播已结束，我连忙点进他的主页，平常全是跟他女朋友撒狗粮的内容，翻到底终于找到他最早发的一条动态，身份是某研究机构的博士助理，地点显示在漂亮国，小伙子穿着一身白大褂，笑的那叫一个阳光。我却看得浑身发冷，联想他刚才视频里说的话，很容易就能猜出来，他估计是在研究什么要命的东西。而眼下最危险的事儿，肯定就是病毒泄露、融合还有变异。他们研究的病毒跑出来了，跟原本的病毒混在了一起，看来丧尸病毒真的要变异升级了。病毒发生变异了，这消息简直就是当头一棒，听得人心里头哇凉哇凉的。眼下这丧尸病毒还没个解法呢，这要是一变异，指不定成啥样，难不成真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觉醒异能，或者是直接长翅膀上天？反正肯定不是往好处变。今天来又是一个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晚上，眼看来到了末世爆发的第15天，上一世我这条小命就是今天交代的。可这辈子不一样了，我舒舒服服躺在热乎被窝里，一边听着老妈在耳边念叨，一边张嘴喝着喂到嘴边的热粥。没错了，我病倒了，吓得够呛，加上整宿睡不着觉，又赶上生理期，加上屋里阴冷，这几样凑一块，我终于还是趴下了。吃完要赶紧睡觉去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瞎操哪门子心？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个死，瞎操心也一点用没有。老妈见我这副模样，也不管省不省电了，电暖风还有水暖片全都给我开足了。反正现在还没停电，该享受就得享受。也许是我们这地界太偏僻，直到现在还没断水、断电、断网。这一场病闹下来，虽然把我们全家吓得够呛，倒也把我的心结给解开了。我不再天天提心吊胆的，反倒是该吃吃该喝喝，人活着比啥都强，别的啥也不多想了。但也就在末世的第23天，我们这片彻底断电了。那天我正看着电影呢，突然脚底下的电暖风不转了，屋里那种小瓦数的灯也不亮了。我知道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老爸下楼把备用电源打开了，为了省点电，晚上老爸老妈都搬到我屋里来挤着睡。因为我是个病号，我的电暖风一直就没敢停，停电这就意味着电信的光缆也跟着废了。亏得我之前买了信号接收器，所以我们家跟以前比也没啥大差别。接下来的一阵子陆陆续续下了好几场雪，因此上山的路一直就被冰封着。这种恶劣的情况下，也没哪个不要命的敢往山上跑，山下也没出啥大乱子，就是偶尔能瞅见有人出来晃悠，但很快又钻回去躲起来了。山下天天都能看见冒白烟，说明还有活人在生火做饭。因为地理位置确实太偏，虽然没看见救援队的人影，但也没看见丧尸的影子。刚开始那会儿，天上也飞过去过直升机，大喇叭里放着安抚的话，上面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。部队现在已经建好了安全基地，请大伙千万别灰心，坚持住，等着救援。这种飞机统共就飞过去2回，后来就再也没露过面。也许是因为我们这块实在太偏，上面也是真顾不过来了。当初出村去接人的那个小队再也没回来，我也再没见过有人往村外走。可能走的那一批人，就是村里最主力的劳动力了吧？剩下的全是些妇女儿童，就算想跑也跑不动啊！爸妈，你们真想好了要这么干？就照这么着办。今儿个老爸破天荒点了一根烟，林夏你趁着半夜那会儿去送，就定在凌晨3点送。这会儿人都睡死过去了，没人能看见的。老妈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把东西往无人机上绑。这是好几袋奶粉，还有一点平时用的药。本来出了上次那个傻缺的事之后，我是真不想再管山下闲事了。但是今天大早上，老爸拿望远镜瞅见山下开小饭馆那个老婆婆，急急忙忙出门去敲别人家的门，后来抱着个孩子直接给跪下了。结果愣是没一个人开门。看到这一幕，老爸抽了半天闷烟，最后全家开了个小会，决定给他家送点救命的奶粉和药。毕竟
竟那是个小孩子，当父母的根本就硬不下心肠。于是到了半夜，我操控着无人机从山背面绕了一大圈，飞到他家院子顶头的时候，把包裹给扔了下去。院子里积着厚厚的一层雪，东西落地的动静特别小。扔完东西，我就赶紧让无人机飞远了点。很快，老婆婆就出门发现了院里的包，只见她先是一脸的不敢相信，打开一看，更是激动的跪地上磕头，这才急急忙忙跑回屋里去。看到这儿，我们全家好半天都没说话。后来我又给他们送过一回，之后就再没插过手。毕竟升米恩斗米仇，暴露物资对我们没半点好处。再说末世里终究还得靠自己。转眼来到末世爆发后的第4个月，天儿也一天比一天暖和。自从雪化开了以后，我们又恢复了轮流值班警戒的日子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妈特高兴地跟我说，咱家养的鱼看样子是有崽了，过2月估计就能下小鱼苗。这可真是个让人提神的好消息。随着万物都在复苏，一块复苏的还有那些丧尸，不知道是因为气温回升了，还是病毒真的变异了，丧尸的动静比刚开始那会儿活跃多了。虽然好多地方都停了电，但也不是全黑了，所以网上关于丧尸的视频也一直都有人更新。如果说刚开始那阵丧尸的速度顶多跟咱们走路差不多，那么到了现在，它已经能赶上正常人慢跑的速度了，甚至比那还快点。最要命的是这玩意不知道累，真要比耐力的话，人类肯定耗不过他们。自从天暖和了，山脚下的人也慢慢赶出家门了，因为地方太偏。刚开始那3个丧尸被引走以后，这一片一直挺安全的。我花了几天功夫数了数山下的人头，还剩下38口子，其中有12个小孩，最小的那个还得喝奶呢，剩下的基本全是老头老太太。当然最早那个傻缺也还活着，他也是山下唯一的壮劳力了。这几天上山的小道上陆陆续续有了人印子，不过运气好的是，他们也就是在山脚跟前捡柴火，没敢往深了走。目前也没人对我们这安全屋起心思。又过了几天，山下的人开始下地播种了，毕竟不能坐吃山空。我们一家也商量着在院里种点菜，蔬菜就种在屋后头那一小块地里，除非有人闯进来，要不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也是当初盖房子时候就盘算好的，毕竟粮食能囤个几年，但这绿叶菜可不行。爸妈决定种点韭菜、小白菜和大萝卜。韭菜、小白菜长得快，萝卜存得住。末世里啥都得精打细算着来。正当我们一家在地里埋头苦干的时候，进村那条小道上来了生面孔，爸妈出事了，有辆车闯进来了，屁股后头还跟着几个丧尸。本来今天跟平常一样，吃完饭爸妈去伺候新开的菜地，我就继续拿着望远镜盯着山下的一举一动。结果刚瞄了一眼，就瞅见一辆车发疯似的往村里冲，不远的地方还跟着几个丧尸在追，那车开得跟飞似的，很快就把丧尸给甩没影了。接着那辆车就开到了山下小广场。别慌，他们不一定是冲这山上来，就算上来咱也不怕，咱这墙10米高，他飞不进来，而且拿车撞都没事，墙厚着呢。片刻后，那帮人果然进了村，并且开着车直奔山上来了。上山的水泥路只修了一截，还不到半山腰的位置。如果他们真想硬要把车开上来，那就肯定会发现安全屋。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，这帮人在水泥路尽头只是停顿了一下，就挑了个坡度缓的路继续往上开，最后直停在了我们家门外。这帮人看样子是有备而来，发现有个安全屋，先是下来4个男的绕着圈看了一遍，随后又下来2个女的，他们在墙外头又是蹦又是跳，接着就开始找大门。很遗憾那个假门没把他们骗过去。有人在吗？我们是 L 是逃出来的，我们没有恶意。眼看着打不开门，这帮人开始在门外大喊大叫，见里头没动静，他们又开始发了疯似的砸门，甚至开始动斧子砍门上的铁链子。虽然他们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可我家这大门依然是纹丝不动。别费劲砍了，真砍坏了，回头咱们住进去也不安生。我爸说这鬼屋老板当初装修的跟个碉堡似的，他装太阳能的时候还进来参观过，想着以后过来度个假，没想到末世了还真便宜咱们了。听到他们这段对话，我和老爸对视了一眼，这几个人绝对不能留。这帮人又琢磨出新花样了，拿出一堆绳索铁钩，想要硬爬进来，甩了好几轮才勉强把钩子挂在墙头上。可他们到底不是练家子出身，几个人试探半天也没能爬上来，后来甚至叠起了罗汉，还是差着好大一截够不着。最后他们只能灰溜溜的先退回到了山脚下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回看白天这帮人的所作所为，这伙人肯定是不会轻易死心的。既然发现这屋里没人露面，他们早把这块当成了囊中之物，就是不知道明天他们还能憋出什么损招来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把无人机放出去引丧尸，毕竟丧尸不会爬墙头，总比这帮人心隔肚皮的活人安全。不行，山底下还有邻居呢，万一到时候失控了，山下的人可就遭大罪了。老爸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。可是听你爸一句劝临下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别走这步险棋。丧尸那玩意儿咱根本控制不住，真到了那一步，咱们手里还有刀有弩箭呢。要是这帮人非得硬闯，我和你爸绝不会手软的。老妈催着我赶紧去睡觉，自己却拉着老爸不知道在嘀咕啥。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，那帮人果然不出所料又来了。这回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村里仅剩的那个壮劳力。今天他们带的是那种长梯子，我们农村这边的梯子一般都做得挺高，看他们搬来的这个怎么也得有5、6米长。把梯子往墙上一架，但离墙顶还差那么点，于是他们又把铁钩子抛了上去。这下想上墙头就容易多了。随后让最壮实的男人打头阵，顺着梯子爬上去，然后拽着绳子往上蹭，还剩3米、2米、1米，终于那家伙翻上了墙头。底下那一伙人忍不住开始叫好，紧接着就看见他小心翼翼翻过墙沿，重新把绳子系好，准备一点点滑下来。正当他离地面越来越近时，嗖嗖嗖，3支弩箭齐刷刷射了出去。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就是重物落地的沉闷声响。刘强，你咋样了？墙外头的人根本不知道里头咋回事，只能在外面干着急的喊：老爸老妈，接下来看你们的了，希望能把这帮孙子吓跑。我死死盯着监控
屏幕，手里的强弩也时刻处于发射状态。要是下不跑，那就只能硬刚了。我上去瞅一眼，你们几个给我把梯子扶稳了。紧接着又有一个人爬上了墙头，这家伙动作太麻利，我这边还没瞄准，他就已经探出了头。里头啥情况？小点声院里全是丧尸，刘强已经让咬死了，快撤！说完，他比上墙时候更利索地滑了下去。那伙人一听，撒腿就跑离了安全屋。见他们跑了，老妈才哆哆嗦嗦地进了屋，脸上的汗把那个丧尸妆都给弄花了。毕竟这是头一回手里沾人命，咱们这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这辈子哪想过会杀人啊？可这该死的末世，硬是把普通人都逼成了刽子手。他不死，那死的就是咱们一家。要怪就怪他非得私闯民宅，他是自找的。毕竟是2辈子加起来头一回杀人，我这心里头真没我面上装的那么硬气。我的手直到现在还在发抖。爸，那尸体咋整？总不能就这么晾在院子里吧？是啊，这可咋整啊？要不晚上你用无人机给他调出去？爸，无人机哪调的冻死人？对，我这脑子乱了。看来我爸也没他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3口沉默地熬过了一天，一直等到天黑透了，我们才悄悄打开大门，用小推车顺着另一条路把尸体扔到了山下。接下来的好几天，我们全家心情都挺沉重，毕竟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说心里不难受那是骗人的。直到那伙人再次找上门来，也就是这一回，我彻底被激怒了，也完全动了杀心。自从上次他们折了一个同伙之后，就退回到了山脚下，也不知道用了啥手段，最后他们居然成功赖着住下了。我偶尔还能从望远镜里瞅见他们去别的村民家串门唠嗑，日子就这么过了一阵子，直到今天中午他们又摸上来了。这回他们带来的东西把我们全家都给惊着了，他们居然把山脚那个阿婆的小孙子给抓来了，紧接着就架起了一个更高的梯子，这回稳稳当当搭到了我的墙头上。原来这几天他们就在忙活做这个，看来他们一直就没死心。燃烧瓶和汽油都备好了没？齐活了够里头的丧尸喝一壶的。一边说着，他们一边把汽油往墙头上运，紧接着竟然把那孩子也提溜到了墙头上。不好，他们要拿孩子当诱饵。我爸当场脸就变了色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在孩子身上划了2刀，然后直接从高墙上扔了下来。可怜的孩子没哭2嗓子就没气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是真的恨啊，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？于是我二话没说，直接拉下了电闸，瞬间强大的高压电几乎闪出了蓝光，墙头上那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一头栽了下来。现在还剩6个。路遥，你咋了哥，你别吓唬我。墙外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惨状，更何况高压电这玩意无色无味，看不见也摸不着，除了刚才死的那个谁也没发现不对劲。真该死，上去看看咋回事。我不敢去，我是真不敢上去。少废话，不去我现在就宰了你。想想你们村里人的下场。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，那个村里的傻缺极不情愿地爬上了梯子，他特别小心，上去之后先用手试探着摸了摸石头墙头，又摸了摸上面的铁栅栏，确定没啥异样后，才战战兢兢地翻过栅栏，抓着栏杆探出身子往里瞅。路遥躺那一动不动，丧尸呢有丧尸没？正当他们对话时，我再次狠狠拉下了电闸，害死全村人的败类。还剩5个，这墙上是不是结冰打滑了？咋一个个都往下掉？虽然墙底下的人气得直跺脚，却也没人敢再往墙上爬了。妈的，把电锯拿来！我就不信锯不开这破门。门外的人不敢再爬墙，最后决定对大门下手。只见他们掏出了电锯，就在他准备对我家大门动手的时候，我直接通上了连接大门的电网。一瞬间，门外惨叫声响成一片，有电门上有电里头有人。回应他的是嗖几支弩箭。在我准备通电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已经爬上墙头架好了弩，电机配合弩箭双管齐下，这一仗打的就是个出其不意。对付这种畜生不用讲什么仁慈。还剩4个，随着大门缓缓打开，我们一家穿着全套防刺服走了出来。通电大门果然有奇效，一下子就放倒了3个，不管是不是死透了。出门后我们还是挨个补了几刀，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就是个弱女子，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。门口一共4个人，结果3个被电死了，唯一活着的这个腿上也挨了2箭，现在根本爬不起来。叫婷婷是吧？你说是他们逼你的，阿姨可一点没看出来。你从后备箱拽那孩子的时候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，哪有半点被人逼迫的样子？老爸老妈配合的相当默契，一个说话转移他注意力，另一个趁机拔出了他腿上的弩箭。这可不是圣母心泛滥，纯粹是舍不得浪费这2支箭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一条腿，让他自己拿绷带缠上。我问一句你答一句，老实交代我就放你走，不老实你就去阴曹地府陪你的同伙。我扔给他一卷绷带，另一只手里的唐刀也架到了他脖子上。你们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外头现在到底是个啥情况？我们真就是地市的人，原本我们几个是出来旅游的，后来被困在酒店里出不去，前几天才刚刚逃出来。他一边哆哆嗦嗦说话，一边飞快地给自己缠绷带。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因为你嘴里没一句实话。说着我拔出了扎在他另一条腿上的刀，再敢跟我耍花样，下一刀扎的可就不是大腿了。给我说详细点，不妨跟你交个底。在大青山那个写生基地，我一直都有熟人联系，只不过这几天刚断了联系，恰巧你们就来了。你说这世上哪有这要巧的事？还不打算说实话吗？我用刀背挑起他的下巴，顺势把血蹭到了他那张清秀的脸蛋上。话肯定是炸他的，但我想我刚才这番表现应该挺能唬人的。只见他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，结结巴巴把老底都交代了。
地势确实是他们老家，但那次旅游不止他们几个，酒店里困了30多人，他们活命不是靠运气，而是动作快抢占了储粮间，还把大门彻底封死，没挤进来的人下场可想而知。你们怎么确定酒店安全？最后又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那酒店本来就不大，除了我们只剩几个住客，把人丢出去就解决了。后来趁下雪出去找了物资，才硬撑到现在。食物够吃就没再出门，跑出去的基本都变丧尸了。之后幸存者们通了消息，差不多有100号人，约好雪化后一起往外冲。前几天我们确实一起撤了，但没有往外跑，而是反向往山里来。因为我爸提过这边有个安全屋的传闻，我们就想来躲一躲。那女人似乎想到了可怕画面，眼神一下子变得很毒。外面丧尸太多了，硬冲根本出不去，必须有人去引开丧尸。他们人多，肯定能拉走仇恨。所以你们还干了什么？光靠100多人不可能引走所有丧尸。我用刀背狠狠敲醒他。干了什么？我偷偷在他们包里塞了扩音喇叭，车上也装了音响设备，只要我远程启动，附近丧尸都会被吸引过去。别跟我谈残忍，我只想活命，有什么错？这女人简直疯了。我用刀背把她砸晕，捆紧手脚扔到他们车上。爸帮我把这些人弄上车，等会儿全扔到村外。对了，山下已经没人了，全都没了。妈把无人机画面递给我看，原来30多个村民无一幸存。那几天他们不是去串门，而是去屠杀这群没人性的畜生，让他们死都算便宜。妈一边流泪一边痛骂：妈，你和爸去安葬村民吧，无人机给我，我去处理这几个畜生，别让他们弄脏这里。我发动车子准备运人出村，先用无人机引开路上的丧尸，接着把车开到进山大路。临走前解开活口的绳子，在死人身上划了几刀，然后打开所有门窗熄火离开。跑远后操控无人机把丧尸引回，眼看着车辆被丧尸包围，我才收回无人机撤退。想活命没错，但害死这么多无辜的人不可原谅。我虽不是大善人，也看不起这种手段。既然你们让人惨死于丧尸口下，那就自己也尝尝被撕咬的滋味。回到村里，爸妈没问我具体细节，只是叹气说让乡亲们安息就好。37具遗体在小广场排开，爸从山下，爸妈，我们把那条路封了吧？不用封死，设些路障稍微阻挡，让人能钻过来，但丧尸过不来，普通车辆也开不进来，万一有坏人来也好对付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我们全家重新认识了人心，原来末世里根本就没有道德可言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白天出来修路障，晚上回安全屋睡觉，就连山下的荒地也重新种上了庄稼。转眼来到了深秋，满山核桃成熟，该采摘了。天热时，我们晒了不少柿饼和山楂干，山下地里收了玉米、花生和红薯。简单盘点后，发现物资不仅没减少，反而囤积的更多了。就在我们过着规律的生活时，村里终于又来了外人。今天本是很平常的日子，天空飘着淅沥小雨。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，这种雨天我们通常窝在屋里追剧，嗑着新打的核桃，小日子十分惬意。或许安稳日子过久了，我们的警惕性慢慢放松。因此当我在监控里再次看到人时，对方已经快到了安全屋跟前。爸妈，来人了，这次太大意了，竟犯这种致命错误。今天外面下雨，电网无法通电，幸亏对方只有1人，而且是徒步爬上来的，真要动手我们胜算很大。我心里盘算战斗力时，那个人已经站在安全屋门外。孩子爸，你看他穿的是不是？听到妈声音带起哭腔，我仔细看向监控中男人，没错，就是那身军装。虽然脏得辨不出颜色，但国人对军装的记忆刻在骨子里，怎么可能看错？你好，屋里有人吗？这时门外那人开口喊话，他抬头时正好看向了隐蔽摄像头，看来他发现了。你好，我是来自38军的顾晨。这个人笔挺地站在大门外头，那身板站得跟小白羊似的。他仰头盯着摄像头看，好像透过屏幕已经瞅见我们了。出去瞧瞧咋回事吧？我看这小伙子不像那个坏心眼的人。说完，老爸第一个开门下楼去了。没一会，我们全家带着斗笠爬上了墙头。你说你是当兵的，那是上面派你来救我们的吗？看着我们从墙头上冒出来，顾晨先是敬了个标准的礼才回话。上面现在建了好几个基地收容幸存者，部队也在各个城市到处搜救活人，国内外都在拼了命的研究解药。可这病毒咱们以前没见过，疫苗搞起来确实。叔叔婶婶，我来时看见路上一堆路障，是你们一家弄的吗？我在山脚喊半天都没动静，村里人是不是都躲进山里了？没人了，这块现在就剩我们一家3口。原来的村民要么变丧尸了，活下来的又碰上几个没人性的畜生，都没了。就我们住的高才捡回一条命。同志啊，你进山的时候外头啥样了？按说大过年的这边也不是啥景区，咋就能沦陷成这个惨样？老爸不想多提村里的烂事，反而打听起外面的情况。是这么回事，丧尸刚爆发那会儿，网上有人发过那种报平安的帖子，定位显示的就在咱们这儿，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边的救援任务已经完事了，就转头去别的地方救人了。直到半拉月前，我们的信息源在网上刷到了求救帖，说这边还有活人请求支援，同时还有人接通内线电话求救，2个信息一对都是大青山，这才有了我们这趟救援行动。可这边的丧尸规模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，等赶到的时候，驻军基地早完了。也许是当初太多人看见那篇报平安的帖子，导致一窝蜂往这跑的人特别多，人一多感染的自然就多。这地方四面是山，丧尸又出不去，慢慢就聚成了恐怖的尸潮。我们一进来就被困住，根本冲不出去。要不是后来往这边跑的丧尸少点，
这次行动就算全军覆没了，我们都看得出顾晨心里的痛苦。也就是这时候我想起来了，那天那个报平安的帖子是最早我救的那个傻子发的，谁能想到当初的一个善举竟然酿成这种大祸，现在说后悔也没用了。同志啊，你先把心放肚子里，丧尸一时半会还爬不上来，你先去山下随便找个空屋住下，这雨看着一时半会也停不了，你要再淋下去非得发烧不可。老爸瞅着雨越下越大，也不想再盘问了，就想赶紧让人去避避雨，叔叔叫我顾晨就行。我这次就想问问还有别的出山路吗？我是一定得闯出去，不能让战友们白死了，这边的丧尸不清理迟早是大患。顾晨压根没有避雨的心思，他满脑子就想赶紧出山。小顾啊，听叔一句劝，先避雨，出山也不急这一时半刻的。有一条小路倒是可以出去，但这下雨天根本没法走啊，眼瞅着天就要黑了，等明天雨停了再走也不迟。随后我妈扔给他一大包东西，顾晨啥也没说，只是敬了个礼之后，就拎着东西立马往山下走了。从头到尾我们都没喊顾晨进屋，他也没张嘴要求留下。等顾晨走后，我们也回到了屋里。对顾晨的话，我们虽说没全信，但外面的情况看来是真不乐观。虽然上面在全力救援，但光凭驻军基地都能沦陷这。我站在墙头上看着底下的他没说话，就这么跟我对视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还是顾晨先张了嘴，有这个可能，你一直没出来，可能没发现，现在的丧尸跟以前的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们几乎不腐烂，这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，是因为漂亮国病毒泄露那档子是吗？听到我这话，顾晨一脸震惊，看来你了解的不少啊。断电前偶然看的一场直播，一个老外边跑边喊病毒泄露，后来我翻了他的博客，他是个什么教授的助理，研究的就是生物这一块，是艾斯本实验室搞出来的病毒泄露，这病毒让丧尸的存活期长好几倍，后来病毒变异了几轮就成现在这样了。丧尸几乎不烂，除了爆头没别的招能弄死。智慧型丧尸只是个推测，但谁也不保准什么时候会冒出来。顾晨没料到我会知道这些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林夏。片刻后，顾晨又下山去了，走的时候还带着我妈做的盒饭。到了晚上，雨彻底停了，可老妈却在厨房给顾晨做明天的干粮。先是做了我们村的招牌大饼，之后又蒸了不少腊肉，怕人家吃的太单调，还包了一些新晒的柿子干。我感觉这不像去赶路，倒像是去野餐的。这时候，老爸不知道从哪推出一辆摩托车，不是那种重机车，是种特老的车型，轮子很大，胎不算特别宽，后头还带个小箱子，这是你爸当年买的。当初我俩还没结婚，你爸就是骑着它带我兜风。老妈看着车满眼都是怀念，感情我爸年轻时还是个追风少年啊。摩托车把油加满后，又另外找了个密封桶接满油备用。这边老妈也把干粮水啥的装满了一个背包。妈要放了吗？放了，多给塞了瓶云南白药，万一遇上事还能顶一顶。趁着夜色，我们开了大门，把摩托车和物资悄悄放在门口，这样顾晨明天一上山就能看见。我躺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最后索性爬起来不睡了，跑到3楼翻出之前定做的那套全身防刺服，然后把加固过的扛刀给找了出来，接着又带上修房子剩下的钢管，趁着黑灯瞎火把东西全顺了出去。就在我准备关上天台门的时候，回头瞅见了顾晨，咱俩谁也没吱声，一直等到我把院门严严实实关好，喊上我爸妈，我们一家3口又整整齐齐趴墙头上了，跟头回见面那光景一模一样。顾晨还是穿着那一身军装，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好打在他身上，整个人看着别提多带感了。顾晨瞅见墙角那摩托车没？你骑着它出山，趁着还没下大雪，咱们有空就去捡核桃石柴火，再把那些路障加固一下。顾晨之前提过的尸潮咱们不得不防啊，咱们这一块的地形从电脑放大了看就像个倒挂的大葫芦，前山那是大肚子，中间连着一根细细长长的脖子，我们待的这块是小肚子。秋天好像一眨眼就溜过去了，转眼大冬天就来了。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我们正好把整条山路都铺满了路障，这可真称得上是5步一卡10步一哨。别说丧尸进来费劲，就是咱们自己想出去都难如登天。等真干完活了，我们看着这成果自己都吓一跳，这工程量太大了，冷不丁看见我家门口杵着10好几个生面孔，吓得我转身撒腿就想跑。林夏是我，顾晨是顾晨的声音。我停下脚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一水的迷彩军装。我在那帮人的注目礼下回到了安全屋，关上门，我麻溜爬上了墙头，跟第一次见面那会儿一样。我在墙头上，他站在墙根下。不过不一样的是，之前是我们一家3口对他光杆司令，现在是他们10好几个人对我一个。说实话，这压力属实有点大。噗嗤，不知道是谁没憋住笑了一声，打破了这份尴尬的安静。你们先去山下休整，我一会就过去。是。上校顾晨把他的兵先赶去山下休息。顾晨说他记下了，他们会在山下休整1晚上。临下山的时候，我妈又塞给顾晨一大包物资，里头还有我们攒了许久的1篮子鸡蛋。我还纳闷爸妈咋不露面呢，原来是躲屋里做饭去了。顾晨提着饭临走前给我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回到屋里，我说不上心里是个啥滋味。老爸老妈对能再见着顾晨都挺高兴，听说他们明天一早就得走，老妈决定给他们包顿饺子送行。现在反正不是冬天，菜园子里就有现成的菜，说干就干。那天晚上我们全家谁也没睡，我和老爸负责包饺子，老妈去烙她的爱心干粮给他们路上带，忙活了整整1宿。再看见顾晨那是4个月后的事了，眼瞅着还有1个月就得过年。那天顾晨冷不丁的站到了大门口，他跟我说上头定了要炸平前山那个写生基地，时间就定在这1月以后。他特意嘱咐我们别害怕，炸完之后会有专门的队伍来收拾烂摊子，往后这块保不齐还得建个幸存者基地，要是他能调过来负责搞建设，他肯定会当面跟我打招呼，万一不是他带队那也别瞎操心，就踏踏实实搁屋里头待着，谁也别想来打扰咱清静日子。他这回走得特别匆忙，临走硬塞给我1部手机，连带着他的军官证也留下了。1个月功夫嗖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们一家子涮着火锅追着剧，耳朵
朵里听着远处轰隆隆的炮火声，心里头反倒觉得从来没这么踏实过。到了末世爆发的第3个年头，官网终于在大青山这片建起了安全区，我们村自然也被划进了保护圈里。以前设的那些个路障一撤掉，村口小广场上总算是又有了外人的人气。新调来的那个头不是顾晨，不过人家也没给咱穿小鞋。我们把这2年在山脚种出来的粮食都捐了，因为这事还专门受了上头的表扬。也不是没人惦记我家这栋安全屋，可看在顾晨那本证件和捐物资的情分上，那些个想找茬的后来就再没在基地露过脸。一晃到了末世第5年，救命的疫苗总算是搞出来了，而人类反攻丧尸的大仗也正式开打了。我主动报名进了后勤清理搜救队，爸妈就留在家里帮着基地干点活。头一回动手砍丧尸，我手抖得不行，后来砍得多了也就麻木了，我这心态跟着也变了不少。慢慢的，我们这支杂牌小队就开始听我的了，我顺理成章混成了个小队长。这几年间，我也碰见过顾晨几回，他看着比以前更忙叨了。每次分开的时候，我都会嘱咐他一声，千万得活着。他总是回给我一个标准的敬礼。终于熬到了末世第8年，等太平洋的小岛上最后一只丧尸被解决掉，这场该死的病毒灾难就算是彻底翻篇了。而我们也回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里，从头开始一砖一瓦建设新家。这一年我已经35岁了，我们把手头攒的家底清点了一遍，把90%的东西和能源都上交给了上面，加上我这几年砍丧尸攒下的辛苦分，上面奖励了我们2套刚盖好的新房。房子的位置那是没得挑，屋里头宽敞的很，外面还带着个独门独院的小花园。这8年的灾难过去后，地球上活下来的人连1/10都不到，得亏上层一直没放